别神话了，王一博机场图封神背后，不过是一场精密计算的注意力生意。咱们内娱线再有一个特别有意思，但也特别让人无奈的常态，那就是特别喜欢把一张普普通通的机场照片吹成旷世神迹，把一套其实挺日常的穿搭硬生生包装成什么高阶审美哲学，甚至能把一次再正常不过的出差行程拔高成某种充满禅意的人生修行。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夸人这件事发展到今天，早就不是什么单纯的情感表达了，它已经彻底演变成了一门标准化、流水线化的重工业。你随便去各大社交平台搜搜，一张照片配上一套固定不变的话术模板，再精准的砸下几个当下最热的流行关键词，什么松弛感、高级感、力量感、少年气，好家伙，一个明星的形象瞬间就能被重新抛光、打蜡、包装出场。夸得越熟练，词汇越华丽，这背后就越像是一场精密运转、没有感情的流量生产机器。咱们普通人去机场那是灰头土脸的赶路，明星去机场那就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高定秀。这种把日常行为过度神圣化的操作，其实挺消耗大众好感的，但偏偏资本市场就吃这一套，因为神坛上的偶像才好卖高价。这一次围绕王一博在机场出现的那套说辞，简直就是这套工业化夸人体系的教科书级典型案例。你去看那些通稿和粉丝的彩虹屁，核心词眼无非就是松弛、帅气、薄肌、力量感。这些词单独拎出来看，确实像是在客观描述一个人的生理和心理状态，但只要你把它们放进内于这个特定的语境里，你就会发现它们早就变味了。它们不再仅仅是赞美，而是一套极其成熟、经过反复测试的人设建构工具。在这个逻辑里，机场早就不是单纯的交通枢纽了，它变成了明星的移动展示橱窗。他背的那个罗意威 Loewe 包，也不再是个装东西的容器，而是精准卡位的品牌曝光视觉锤。甚至他那双腿也不仅仅是腿，而是可以被截图、剪辑、二创、转播、讨论的数据素材。哪怕是去珠海练个车这种私事，也能被公关团队巧妙地包装成一种随性却极具质感的生活切片。作为旁观者，我其实挺感慨的。现在的偶像，很多时候早就不是单纯靠作品或者业务能力被大众看见了，他们必须靠镜头之外不断制造出来的想象和氛围来维持热度。这就好比是在卖一个盲盒，大家买的不是里面的东西，而是拆盒子时那种被精心设计的期待感。如果你只看饭圈那一套自我感动的表达，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大家真的只是在单纯的讨论身材管理、生活状态和个人魅力。仿佛王一博每天早上的日程，就是先完成2小时严苛的健身训练，再去挑战各把极限运动，最后随手套件黑色高定，背上罗意威，像一台经过瑞士钟表匠精准调试的时尚机器，连走路带风都自带电影镜头感。但咱们得清醒一点，真实情况往往没有粉丝滤镜里那么浪漫。娱乐圈里的夸奖，从来就不是简单的夸奖，它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包装和心智站位。这套价值包装的逻辑，其实有着非常清晰的3步走战略。第一步是告诉外界和路人，这个人很贵。通过高奢品牌的加持和看似毫不费力的松弛感，拉高他的商业调性。第二步是告诉粉丝，这个人很强。通过搏击、力量感等词汇，强化他的自律和业务能力，固粉虐粉。第三步，也是最核心的一步，是告诉品牌方和资本，这个人值得投资。他的数据好，形象佳，粉丝购买力强。说到底，一张机场图真正值钱的地方，从来不是因为他长得帅，而是他有能力把帅这种虚无缥缈的特质，转化为实打实的商业变现能力。咱们普通路人拿着手机看完这些精修图和热搜，可能只会感叹一句好帅或者真卷，但在这个巨大的流量漏斗里，路人其实是最底层的数据分母。品牌获得了曝光，明星获得了形象加持，粉丝获得了情绪价值，那谁在买单？其实是每一个贡献了点击率、讨论度，甚至不知不觉被植入了品牌印象的普通人。这个世界，注意力就是最贵的货币，而我们都在不知不觉中为这场秀买了单。更有意思的是，如果你仔细盘一盘现在的娱乐圈风向，会发现这类夸奖越来越喜欢往力量感这个方向去靠拢。什么搏击啊、紧致啊、结实啊、小腿线条啊、纤细但有力量啊，听起来像是在用游标卡尺做专业的身体数据分析，但实际上，这是把明星不断塞进某种更高级、更难被复制的审美模板里。为什么？因为现在的内娱，单纯漂亮或者帅已经不够用了，边际效益递减的太厉害。漂亮太容易被流水线复制了，白皮、高鼻梁、精致妆容，经过医美和妆造技术的加工，
很多人都能拥有类似的视觉效果。真正能拉开差距，形成护城河的是所谓的可叙事性，也就是说，这个人能不能被讲成一个独特且有深度的故事。王一博这一类明星之所以能被资本和团队如此精准的包装，就是因为他最容易被塑造成一个完美的复合叙事体，天生自带冷感，但少年气里又藏着野性与力量。他不是那种干瘪的瘦，也不是那种刻意凹出来的松弛，团队想传达的是一种真实的力量。去珠海练车不是为了玩，而是为了展现他对机械和速度的热爱，是为了让力量感这个人设落地。这种审美转向其实非常聪明，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更高级的美。以前的白幼瘦审美本质上是在迎合一种保护欲和俯视感，而现在的力量感和薄肌审美迎合的是当下社会普遍存在的慕强心理。大家生活压力大，潜意识里更欣赏那种有生命力、能掌控自己身体和人生的强者。把少年气和力量感结合，刚好能精准击中受众既想仰望又想亲近的复杂心理。这哪里是在夸身材，这分明是在做一场精准的情绪按摩。只是，当我们把这一切拆解开来，把衣服、包包、肌肉线条，甚至一个漫不经心的眼神都放在商业天平上称量的时候，难免会感到一丝悲哀。在这个时代，连随性都是精心计算过的，松弛都是排练过无数遍的。王一博的机场图被吹成神迹，罗意威的包和隐约可见的搏击，背后其实是一整套环环相扣、极其会卖的局。明星、品牌、营销号、粉丝，大家各司其职，共同完成了这场盛大的注意力收割。只是很可惜，在这个万物皆可包装，连呼吸都能被计算出 ROI 投资回报率的时代，真实反而成了最难被包装，也最难以出售的东西。当一切都被量化为数据，当所有的不经意都变成了蓄谋已久，我们看到的终究只是一句句华丽的、被精心打扮过的商业橱窗，而那个真正有血有肉、会疲惫、会有瑕疵的真实的人，早就被藏在了厚厚的滤镜和话术背后，无人问津了。